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净莲妖火出世，各方势力齐聚，药老最恨的人出场。药族一行3人里，除了管理刑罚一职的长老药万归，还有一位是灵魂力量已经达到天境后期的年轻男子药天，实力为1星斗圣中期，据说曾炼制成功过9品宝丹。药天身旁的那位拥有蔚蓝发色的冰美人则是他的妹妹药灵，实力初级半圣。药族中人称其为最有可能将灵魂修炼至地境的人。萧炎察觉到药老的状态不对，抬手抓住药老的手臂问怎么了。药老将当年药万归把他逐出族的事简单说了一下。闻言，萧炎下定决心一定要搞死这个人。薰儿担心萧炎冲动，从旁提醒萧炎，这药万归已经是4星初期的斗圣强者了，目前最好还是不要起冲突。本来听了薰儿的话，萧炎就没再打算找药万归他们麻烦的，准备等净莲妖火收入囊中后再来着手安排灭杀药万归的事情。可惜那药万归与药天的嘴臭，令人十分讨厌，左一句气人，右一句气人，不但嘲讽药老当年拒不回族是眼皮子浅不知好歹，还吐槽药老修炼多年，灵魂境界却依旧未能达到天境后期，这般天赋着实一般。药老听得这2人相互轻笑间传出的话音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既然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了，萧炎再不发威就不礼貌了。修炼多年，灵魂境界依旧停在天境后期，这药族年轻一辈第一人的名头也太不入流了。轻轻地拍了拍药老的肩膀，萧炎略带嘲讽的声音直戳药族3人的耳膜：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？目光锁定萧炎，药天臭着脸冷声道。萧炎却是微微一笑，拱手道：萧炎，药尘的弟子。上下打量了一番萧炎，药天的表情变得很是玩味。这送上来的脸，他是打呢还是打呢？眼眸陡然一凝，药天脚掌猛地朝前一踏，一股异常浩瀚磅礴的灵魂力量便是暴涌而出，如同那万丈巨浪一般，夹杂着恐怖的威势，狠狠地对着萧炎疯狂席卷而去。算起在药族之中的地位，就算是药尘都没有资格对我这般说话。既然你管不住自己的嘴，今日我便带药尘好好的教一下他的弟子。眼看着那灵魂巨浪越来越近，萧炎缓缓抬手，随后轻轻一握，那看似磅礴的灵魂巨浪就同纸糊的一样，瞬间就崩溃了。1星斗圣实力，天境后期灵魂，也敢带我施教导，当真是不知好歹。掀起一抹森然笑容，萧炎脚下朝前一踏，遥遥的便是一拳对着那面露金色的药天轰了过去。天境大圆满的灵魂威压令得药族3人的脸色巨变，那可是药万归至今都未曾达到的境界呀。这一拳若是被萧炎给轰结实了，药天只怕得提前回家了。小辈尔敢！一把将药天扯到身后，药万归沉着脸硬接下了萧炎这一击，脚步微退，面上不显，做足了4星斗圣应有的气势。然而下一秒，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同药天的怒喝声先后响起：你敢打我？打你还要挑日子吗？废物一般的东西也敢在我老师面前叫嚣？这一巴掌就当是个小小的教训。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的灵魂分身，药天被刺激疯了。远古种族最为在乎的便是脸面，更不用说在场还有这么多人看着，萧炎他怎么敢的？给我去死！瞪着赤红双眼，药天体内涌出大量褐色火焰，旋即凝成一头浑身尖刺、满嘴獠牙的巨龟。萧炎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是异火榜上排名第13的龟灵地火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看着朝他奔来，试图用满布火刺的巨尾打爆他头的大乌龟，萧炎不屑地笑了。在融合了5种异火后，萧炎的异火已经足以跟排名前6的异火相抗衡，再加上萧炎远胜于药天的灵魂力量，这注定是一场碾压式的战局。只见萧炎身体微动，就凝出了一条1000丈大小的火龙，火龙仅仅是甩了一尾巴，那巨龟就被打回了药天的体内。火灵被击溃，药天直接就是一口鲜血喷射了出来。药万归此时也回过神了，
一边怒喝萧炎你找死，一边下意识地从萧炎的后方攻来。其大手所过之处，空间生生坍塌。萧炎目前并不想同药万龟硬碰硬，缓缓闭上双眸，下一秒，萧炎的身体彻底爆裂，旋即化为一股股灵魂力量，重新掠进萧炎本体之中。药万龟见一击不成，不依不饶的又是一拳轰出，紫妍顿时就沉了脸色，满嘴屁话的老鬼，还真当这里你最大了不成？一步横跨将萧炎挡在身后，紫妍握拳猛地挥出，就是一条金光巨龙，朝着药万龟攻去。两位四星斗圣强者的对碰，直接导致方圆100丈内的空间尽数化为一片漆黑。随着劲气席卷开来，药万龟的身体连连退了几十步方才稳住，而紫妍仅仅退了3步而已。随意地拍了拍玉手，紫妍冷笑道：得寸进尺的老家伙，竟是太虚古龙。药万龟彻底黑了脸。一旁的未曾开口说过话的药灵害怕药万龟火气上头，不管不顾，一把拉住他，冲着他摇了摇头。薰儿此时也站出来帮萧炎说话，明里暗里的指责药万龟以大欺小，很是掉份儿。药万龟顿时就不高兴了，可古南海半步前踏的动作还是让他有所忌惮。悻悻的一甩袖袍，药万龟再次将目光转向萧炎与药老，冷笑道：你二人不要得意，我药族虽行事低调，但想要在我们头上蹦迪，没点本事，恐怕下场并不会好到哪里去。萧炎一笑，不置可否。药老却是盯着药万龟，坚定的道：药万龟，药族有你这等人掌权，是此族之悲。日后我自当会去一趟药族，对于那药族我心无留念，但那宗族碑上，我却是必须将二老之名刻上去。闻言，药万龟讥讽一笑，满怀恶意的道：宗族碑上不留庸人，莫说你那废物双亲，就算是你都没有资格留名于上，此心你还是趁早死了。老杂碎，你还真以为今日收拾不了你？萧炎怒了，令人心寒的杀意仿佛凝为实质。他早就将药老视作父亲，心中最见不得的事就是别人侮辱药老。这个老东西当真是找死。像是感受到萧炎心中的杀意，一旁的紫妍眼中也是凶芒闪烁。若是药万龟再敢多说一个字，他一定会动手。萧炎那一道老杂碎的叫骂，令得药万龟脸色铁青，但紫妍以及古族的态度让他再也不敢还嘴，生生吞下到嘴的怒骂，阴森地扫了萧炎与药老一眼，药万龟才带着药天药灵二人远远地退开。这般狼狈的收场，令周围的吃瓜群众们一阵轻嘘。药万龟三人退开后，药老才缓和了脸色，随后轻拍了拍萧炎的肩膀，想说点什么，但最终却只轻叹了一声。不久前他还能将萧炎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，现如今倒是成了被保护的那一个了。药老，待得收服净莲妖火后，我随你去药祖。萧炎望着轻叹中的药老，轻声道：迟疑了一下后，药老欣慰地笑着点了点头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咯。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